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被罚97万元，品牌秒删微博划清界限，出道10年凉了。娱乐圈的另一位明星也有偷税漏税的问题，和那些能轻易花上亿的大咖相比，他的金额真的小了，只有97万。不用说，每个人都已经猜到了，就是袁冰妍。其实从袁冰妍目前在娱乐圈的状态来看，还是比较尴尬的。说她知名度不高，但她的杰作却两全其美，很多网友都认识她。但不得不说，她很受欢迎。她每年都拍很多作品，但都没有大卖。除了早年问世的《琉璃》，第二部就算是拍出来也很难让人想起。像《听雪楼》这样拥有众多粉丝的 IP 作品，却依然没有让她走到一线女演员的位置。从这次被爆出偷税漏税后的情况来看，细心的网友找到了原因，那就是她的人气真的很差。或许对于一些明星来说，路人缘不好，真的不是他们刻意造成的，可能是与生俱来的。但对于袁冰妍来说，路人缘不好，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。翻看她的履历，从2013年开始，她就接连拍电视剧，但一直都是演小角色，没有任何技艺，没有火，所以她还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。直到2016年，袁冰妍接手《老九门》的拍摄，与赵丽颖、陈伟霆、张艺兴等人合作演出。这部剧当年也是轰动一时，不仅将陈伟霆、赵丽颖等主角的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，就连配角也是人尽皆知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除了赵丽颖，袁冰妍是最重要的女性角色，而她饰演的女孩也是张艺兴的心上人。以张艺兴在圈子里的火爆，不难想象她会带来袁冰妍的事业有什么帮助。这么好的机会，袁冰妍自己是不会放弃的。拍完戏后，她就开始炒作她和张艺兴的绯闻，多次故意撞到他的档期，也穿了同款。如果发生1次或2次，可能只是巧合，但如果发生的更多，难免会引起怀疑。虽然当时招来了更多网友的谩骂和不满，觉得他配不上张艺兴，但对于袁冰妍来说，只要能获得人气，黑红也是红。尝过这一次的甜头后，他从此就毫不犹豫地碰瓷，包括拍《听雪楼》时和秦俊杰的绯闻，影响最深的应该是程毅。真正让袁冰妍走红的应该是电视剧《琉璃》。相信很多喜欢看仙侠剧的朋友对她还是有印象的，也会担心剧中男女主的虐恋。所以即便是在剧完结之后，还是有很多网友对袁冰妍和程毅这对情侣非常的痴迷。对于袁冰妍来说，她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但是程毅不想炒 CP， 所以在一次线下活动中，他特意坐在远离袁冰妍的地方，以示态度。因为这个时候，很多网友的粉丝都输给了程毅，但袁冰妍第一时间没有站出来替他说话，反而成为不少网友心疼的对象，粉丝数量也暴涨。但比起碰瓷的男明星，袁冰妍最触动的还是赵丽颖。因为电视剧《琉璃》在剧情设定和服装上和赵丽颖主演的《花千骨》有些相似，那些角色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所以袁冰妍也被一些网友昵称为小赵丽颖。说话的人根本没有要听的意思，这句话袁冰妍是真的听进去了。而此时的赵丽颖已经在圈内大红大紫，成功成为一线明星，于是袁冰妍开始了她漫长的摸瓷之路。他们不仅经常和赵丽颖撞衫，就连拍出来的一些照片风格也惊人的相似。从这几张照片来看，两人确实有些相似，但假的就是假的，就算是外表想的，内心也会完全不同。赵丽颖在圈子里也算是劳模了，没有身份背景的她，靠自己的努力，一点一点走到了今天。无论是演技还是其他方面，她都经得起考验。另一方面，袁冰有良好的家庭背景，她从小就参加歌剧演出，还参加了奥运会、女足世界杯开幕式等多个重要场合的演出。她的简历非常漂亮，
两人背景的不同，注定了两人的差距很大。也许袁冰妍在勤奋方面不比赵丽颖差，但在演技方面却没有什么突出之处。就像她在《听雪楼》中饰演的舒景荣一样，没有在杀戮中成长起来的冷血和残酷，更像是一个在掌中长大的贵族女儿。要说外表限制了她的表演流利中的哭戏，为什么要借助眼药水？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，肯定知道如何调动自己的情绪，拍哭戏就更容易了，而不是像一个门外汉，需要其他东西的帮助才能完成。所以从袁冰妍现在的作品和她自己的行为来看，真的很难讨好观众，没有路人也很正常。这种情况也是如此。当她被曝光偷税漏税时，有很多网民抵制她，有些网民甚至说，如果有选择，他们宁愿用袁冰妍来换邓伦。从这里不难看出，无论是明星还是演员，成功的基础是观众。如果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，知名度再高也是白搭。目前很多明星都有一种黑也黑，红也红的心态，即使他们使用抹黑的方法，他们也想迅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如果把他们放在过去，他们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但现在的网民都很理性，不再盲目追星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也更知道什么样的公众人物值得自己喜欢。我也希望通过袁冰妍这件事，提醒更多的艺人不要白白的走捷径。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心态，否则只会成为舆论抨击的对象。